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先来认识一下今天5位聊一谈的老师。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大家相爱容易，相处不难。大家好，我是曹鹤阳，情感生活遇烦恼，打开电视看爱宝。大家好，我是严品红。好的婚姻是2个人共同的成长。大家好，我是雷鸣。小夫妻的矛盾好处理，老夫老妻的矛盾特别难调。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爱会在细节里生长，但也会在细节里消亡。有请今天嘉宾，有请，欢迎你们，欢迎大家。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金先生33岁，现居成都，职员；周女士32岁，现居成都，待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有了2个孩子之后，我觉得压力特别大，房贷、车贷、老大上学、老二奶粉，这些都压在了我身上，但是他就不想帮我。他觉得我每天在家都没事儿做，但是我和妈妈在家要照顾2个孩子，一点都闲不下来。现在让我出去工作，这现实吗？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其实也没想过2个孩子和1个孩子的区别那么大，但是现在问题已经摆在了眼前，总要解决啊。所以其实我并不是不想出去找工作，而是现在不可以，但是他怎么都说不通呢。结婚几年了？这个因为中间离过1次婚啊，现在复婚了吧？复婚了。一共多长时间了？8年多。其实今天我来节目现场呢，主要是想解决一个诉求，就是因为现在是生了2胎嘛，我媳妇儿一直都没上班，所以就是经济压力有点大，然后我就想让媳妇儿去上班，把家里的收入稍微提高一下。因为我们家老二的话现在才8个月，然后目前呢我们家是我妈妈在带2个孩子，然后我妈妈呢平时就身体也不太好，就想帮她分担一些，因为老大就是上1年级，离家的学校还比较远，然后每天早上7点多就要起来收拾他。我们老二呢，然后8个月也比较小，然后早上老大就上学的时候，老二还在睡觉，然后老二就从出生过后也身体也不是太好，就是容易感冒之类的，然后小孩子也不好带，每天晚上就是也睡不好觉，大人都要起来哄一晚上，然后就睡不着。然后想的是孩子再大点了，然后再出去找工作上班。他可能就是家里面有很多细节他是看不到的，他总觉得我在家就很闲，然后觉得有我妈妈在带孩子，然后就觉得我应该出去找个工作上班，然后帮他分担压力。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心疼你的感觉是吧？是，我还是多想从感情上听听你们2口子这一路走过来，然后去解决我们看起来现在是表面的问题。从最开始认识说起吧，现在来讲其实有点那种巧合，当初互相不认识，买在了同一个小区同一个单元。我在楼上，他在楼下，应该是17、16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正好有一个就是兼职的活动，然后我是先进了那个兼职群，然后他后进那个群，所以后来呢，正好有一次我们的兼职群有一个群主吧，就是叫了吃饭，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才第1次见面。见了面以后呢，就觉得这小女孩长得还挺可爱的，然后因为我也喜欢这种个子矮矮的感觉，就是那种有保护欲嘛，然后就感觉她挺合适的。后面呢，到周末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发现她切菜啊或者做饭就行云流水，特别的那种，就像那种过日子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之前谈那个女朋友，就是她基本上就每天点外卖，就感觉不像过日子的。这次我碰到这个女孩了以后呢，我就觉得不管是做饭也好干啥也好，就感觉特别那种温馨和居家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挺好，就开始对他展开一种攻势，然后大概是谈了半年多的时间，其实我们就结婚了。那这怎么后来还离了回婚呀？主要就是因为吵架嘛，然后家庭琐事也比较多，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生了就是老大了，然后他的工作就是要经常出差，然后1个月也见不到几回，然后有一次孩子发烧特别严重，就烧到了3、5天也不退烧，然后他刚好当时在广东出差，然后我就打电话就说要不你回来就是跟我一起照顾孩子嘛，因为我的爷爷也做了一个小手术，我妈妈要照顾我的爷爷，爸爸也上班，也有很重要的事情也走不了，所以说这个孩子就只能由我一个人来照顾，我一个人在医院熬着3天3夜也睡不上觉，然后我就说你一起回来，然后帮我就是一起照顾，等小孩就是稍微轻松了，然后你再走。
当时他就说领导不给批假呀，然后我就说到底是孩子重要，还是你的工作重要？然后我就发了特别大的火。因为我在广东出差，我从广东到成都，然后再到他们老家是广元，因为当初回广元去了嘛，耗时也得大半天时间。万一我回来那孩子好了呢？那肯定是哪个重要或者是哪个必要，你就去做哪个事儿了吗？对，你说有他看这孩子，你没必要吗？所以他就觉得我经常不在家，然后照顾不了他，然后也给不了他情绪价值。他说你要离，那我就离就离呗，反正有个孩子嘛。我想着他可能也是嘴上说说，因为当时他就是生气生得特别厉害，比如他还要就是摔东西啊、砸东西啊啥的。我也是为了缓和当时的情绪或者啥的吧。我父母也说嘛，那就先离了嘛，让他先缓和一下情绪，怎么的。不就因为你总出差不回来，不够关心，没有情绪价值，直接就升级到了离婚。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回来了以后呢，他觉得我比较懒，比如说有时候袜子呀啥的可能就撂那儿，可能今天没洗。但是他那种比较爱做家务的人，他就看不得你这脏东西撂那儿。但是我有时候就觉得累了吧，就撂那儿，我说改天再说嘛，或者明天再说嘛。他就说今天的东西今天必须得干了。反正就是屡教不改，人家要离了，你也就配合了一下离了。对，就是先配合了。反正我想我离了以后，我还是回楼上住去了嘛，反正楼上楼下的你也走不远。类似于离婚不离家是吗？对对对。那这后来怎么又复了呢？后来吧，在妈妈呀、家人的劝说下，就说他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毕竟是一个圆满的家庭要好一点嘛，也不让孩子就受那些罪。然后听到亲戚朋友啊，就是各种劝说，然后我也就答应就复了。然后最后他把工作换到成都了，然后就感觉他呢跟以前是不一样的，然后也勤快了，然后也顾家了，然后对我也很好了。然后复婚之后呢，然后我们又想着要一个二胎。这不挺好的吗？二胎也生了。但是呢，就是为啥说有这问题呢？就是当时工资收入也蛮高的嘛，但是就是要经常出差，所以能保得住家里的情况生活。但是现在呢，换了工作，再加上因为家里人口增多了，本来就有个女孩，然后现在再生孩子，所以直接就想换个学区房，然后又换了个车。现在等于说房贷有8000，然后车贷有3000。哎呦，现在干上去就是1万，将近12000，然后我现在工资15000，就还剩3000了。就现在压力很大，他现在没有工作，等于说是医保、社保全部都得支出，就是现在不仅没有收入，还有支出。我就一直跟他讲说，就在家附近随便找个工作，3、4千、4、5千都 OK。这样子吧，公司帮你交医保、社保，然后自己还有个蝇头收入。但你家的情况他都知道，那你觉得妻子为啥就不愿意呢？他是觉得现在孩子还小，然后对呀。但是我就觉得他家里他妈妈有人在看孩子，因为早上我送大孩子上学。所以白天的话，他妈妈能照顾孩子。他现在也结束了这个母乳喂养期了嘛？你就不能打2份工吗？对呀，你晚上就不能够跑个兼职吗？我之前晚上跑过美团外卖。那坚持跑啊！我媳妇把我叫回来了。哎，你们没有积蓄吗？没底儿吗？积蓄有，只是我媳妇说必须得留那么些，你不能把那些老婆本给那个消耗。那咱就不行，就这段时间先坚持呢，少点收入就少点收入。这么说吧，就是。我从去年备孕以后开始，我把家里能变卖的都变卖了，把我的个人的生活爱好这些东西，比如说以前我喜欢数码科技的东西嘛，把那个投影仪卖了，把无人机卖了，然后把一个音响卖了，然后现在上班呢，就是因为刚不是说换工作嘛，所以我现在工作也换了比较近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为了节约成本，我就骑自行车上班，9公里到10公里的距离。然后如果是有时候送孩子送晚了呢，我就先坐地铁，提前1个站下车，因为我在我单位那一站下车呢就是4块钱，我提前1个站就是3块钱，节约1块钱。然后早上吃包子呢，以前我是吃肉包，现在就吃素包子，1块5一个，2个3块钱。然后中午呢就点一些拼好饭或者啥的，就5、6块钱，所以一天的成本我不超过10块钱。现在主要这一年特别难，去年是把我的房子已经卖掉了，才凑的首付款买了现在的这个新房啊。然后但是现在的新房呢，等于说的是还没交房，想的是等交房了以后呢，他那个现在住的房就可以卖了，卖了以后呢，其实就还好。你把那车卖了不行吗？你出门都靠电动车、共享单车、地铁，你老婆也不出门，俩孩子也不出门。其实我们因为了让大宝就是周末不玩手机，就是每周末都要带他们出去玩。当初换大房子和换更好的车是你俩共同做的决定吗？是的。就现在你们家庭的就是收入和支出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开销吗？可以。可以。那他为啥这样逼你呢？就是我真是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这钱也够，不是说感情出了问题，是我媳妇太懒不上班，我有意见啊。我天天早上俩素包子，这我媳妇能给我做顿早饭吗？哦，你看，就得问问这个到底这根源是这回事。最近就是跟我熟悉了，感觉他没那么勤奋了。就是有的时候他反而会使唤我了。我觉得有时候够累了，他比如说你回来了，来去把那饭炒了。
我觉得我想是回家以后能直接吃饭就完了嘛。你看当年那种行云流水，你切菜他做饭。那种感觉找不着了哈，就是我觉得我已牺牲过一次，就是之前我有个工资稍微高一点的，只是没有时间顾家。那我现在有时间顾家了，工资低一点，现在又生2胎了，我想的是也可以互相的去帮助，互相的支撑一下。你赞同你老婆现在一个人带2个孩子，即使是有外援，家里其实事儿也挺多，你赞同吗？其实我想就是他父母，因为现在确实能带得动，能带得起。哎，人家出爹妈了，是不是这也算是出钱出力的？是。你是给爹妈给钱了吗？我妈每个月给2000块钱。这2000块钱是贴补你们家用的。对对。对吧？对。他爸他妈来帮你们干活，是不是顶替了保姆的钱？是，这个是。你有给他爸他妈钱吗？没有。算是你的这个老婆的一个支出吗？娘家的付出吗？对，是算。算的话，你老逼人家干嘛呀？而且现在我就想问哈，他的这个老二宝才8个月，你逼着他出去工作，是你看着他有多闲了吗？就是有时候因为家里不是有那个监控嘛，看孩子，比如说闹腾没有干啥了，所以上班时候我一看，哎，那孩子哭呢，他妈妈在那照顾那孩子呢，他在床上躺着玩手机呢。你就是从监控看到这些画面，所以觉得我老婆闲的。有没有可能，当你打开监控的时候，碰巧看到的就是老婆闲的时候呢？一个家庭的隐形家务和要照顾2个小孩，你知道对一个女人来讲，特别是她刚刚生完孩子，现在才8个月，你知道这个负荷有多大吗？因为有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有时候都是让我去哄或者怎么样，我媳妇儿也是在那儿感觉，那不就是节假日吗？不就是你应该的吗？就是你不是他闲吗？他把闲的这部分时间并不去工作，用来比如说培养更多你们的夫妻感情。大部分情况下，夫妻感情是没啥太大问题的。哎，姑娘，你觉得你们夫妻感情有问题吗？他觉得你们夫妻感情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争议过后，我对他意见就很大。他只看到了一些表面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一个家里面的一些琐事，比如说晚上孩子睡觉不踏实，他一醒我就要1个小时都睡不着觉。对，孩子哭闹的时候，我要抱起来哄，他在呼呼大睡。所以说，他这些细节的问题，他完全没有参与过，他就觉得我很轻松。你为什么让他不参与呢？那孩子哭的时候啊，他一抱，或者是他妈妈一抱，他就不哭了。哭的时候我抱，他还是哭，因为生嘛。因为不认识，因为你介入的太少了。你在家不作为，你还要把在家里头操持这个家的女人赶出去挣钱，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其实这个还有个前提，就是去年在换房子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想换那么贵的，但是我媳妇儿她就说是要一步到位换一个成都最好的学区房，所以你要让她承担换了更好房子的后果，就是她得去上班赚钱。你这不就是在怪她吗？我就只是觉得，既然你买了更贵的房子，你还不去赚钱，你干嘛？就是当初既然想过换这个贵的房子，就是我跟你说几个月而已，你在这几个月叨的，是真的是想把婚姻离了吗？叨。对呀，现在没想过离。那你就是在逼你老婆离婚啊？你妈妈知道这个你老公一直逼你上班的事儿吧？肯定知道是吧？他不知道，我没给他说。你觉得你要跟你妈说了，你妈会怎么说？我妈可能我妈也会觉得很心寒啊，就觉得这个男人怎么这么没担当。对呀。我问女生一个问题，就是她家务事儿、看孩子一概不管是吗？很少管，她给孩子喂辅食，孩子也不吃；给孩子喂奶，她也不喝。还有老大呢，她管吗？老大他早上只是要送去上学，用开车送。就他每天几点回来？外头应酬多不多？回来之后都做些什么？咱有一个量化的这种。他每天晚上8、9点钟才回来，回来过后然后就吃个夜宵，然后洗漱一下，然后跟孩子就逗一会儿孩子玩了过后，然后就去睡觉，然后耍手机了，然后他就一个人睡，然后孩子就跟我睡，就这个样子。就这还嫌老婆闲？就是8、9点，他不是每次8、9点，是偶尔8、9点。咱别说偶尔，比如一周一半时间你是晚归，那一半时间正常回来，是吧？对。做什么？然后正常回来的话，就要辅导孩子作业。辅导孩子作业吗？很少，因为他回来过。辅导孩子作业吗？回答我问题。要，他有辅导。有。因为他那个没人否定这个先生就没为家里做贡献。咱得客观了解这位先生在家里。那你可以不赚钱。那我们现在特殊情况，我们家里就稍微经济紧张一点，你不要老逼我去工作呀。我照顾2个孩子很辛苦啊。我没有说他，而且我还贡献了我妈妈。品红老师，你说的都对，但我问的错了吗？为什么不能问点客观的事实呢？得让人家说呀。我没有否定他给家里也做贡献。那我们正在说这个在家里做什么，我想了解。
他是一个回家就甩手掌柜的，什么都不管，我挣钱了啊，我最厉害，是这样吗？而且我也不抽烟喝酒，也没啥开销。你别说那么多，咱就问问客观事实。所以你告诉我，你每周按时回来之后，在家做什么？辅导孩子作业。对，还干什么？有时候要催促他，比如说洗漱，剩下的就洗袜子、什么洗衣服这些乱七八糟的。但不是说对吗？有洗过，但是很少，一般都是我和我妈妈白天都洗了的。对，这个妻子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就是我现在要求就很简单，就是他能就多理解我一下，然后跟我一起就是参与，就是在家庭中照顾孩子。以我的想法，就是我还是想等孩子再大一些，然后帮妈妈再承担点就是压力，然后等再过个1年多，然后再出去上班找工作。哎，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以前会生气发脾气，就最后严重到我们第一次离婚。她是说不出来的一个人。对，她老公叨，就无理1搅3分，什么都说完了。这姑娘觉得，哎呀，我这也说不出来。那我要是你，我就会说，你差我这2、3千吗？你有那叨叨的功夫，你出去赚去啊。我再说一个哈，你们家里头老母亲每天早上起来要给大孩子做早饭，让大孩子吃完走，对吗？对。你丈夫完全可以说，我接着那粥接着喝，他非得出去买包子，这是你自己要的开支。你家有早餐的，是你不吃。他就想把所有人都榨干榨净。然后呢，他去买了包子以后，他再说：“你们看，我都为了这个家，肉包子都吃成了菜包子。”我跟你说，他们家是有早餐、有午餐、有晚餐的，有老太太一直在做。我们捋一下啊，就捋一下。其实我们听到的妻子并没有否认你对这个家做出贡献，比如说赚钱也好，节约也好，这个规划更好的生活也好，包括对孩子的一些照料，没有否认这个。他所不能接受的是，在他觉得家里的经济还能够负担家庭状况的前提下，你非要让我去上班，对吧？他不能接受是这个。而先生的意思是说，你在家还是有空闲的情况下，你居然不去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是你们的矛盾。但是我们每个人听起来有每个人不同的感受，那你们的婚姻和家庭究竟遇到了怎样的问题，又该怎么去面对和解决？我们听听大家的建议，好吧？有一种情况下，你怂恿妻子去上班，我是理解和支持的，那就是妻子一个人在家待着不开心，她渴望回到过去职业女性的自己。你因为看到了妻子的落落寡欢，所以跟妻子讲，没关系，我会支持你，晚上我多带一会儿，你回去上班，我和妈能够一起扛起家里。但是你正好相反，这就是我为什么整场会特别愤怒的原因。一个男人不能够理解一个女人怀过2次孕，进行过2次生育，完成了2次哺乳之后的艰辛，算了。但是当你说我在监控里看着他闲，我就觉得他没事儿可干，得去上班，我就觉得你这人是真没长心。你老婆不但要生，你老婆不但要养，你老婆不但要跟你一起出钱出房子，你老婆不但要出自己的父母，你还看不得她有一丁点的闲。一切回到最核心，所有的愤怒在于你的自私。你认为老婆是需要1榨2榨的这一种花生也好，大豆也好，恨不得几榨出油。其他我没有什么要跟你说的哈，你老婆什么时候想工作，出于你老婆自己的决定，你没权利在家里头叨叨。如果再这么叨叨的话，我非常支持您离婚，直接扫他地出门，分学区房。掏心窝子跟你说几句，我也2个孩子，我们家老二现在2岁，我媳妇儿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我媳妇儿的母亲也在帮我们家照顾孩子。其实我们家跟你们家情况差不多。首先来说，你装监控是看他也好，注意安全也好，这个无可厚非，现在很多家里都有。但是你说出来，我是通过监控看到他闲了，我觉得这个是你不应该说的事儿。人家爹妈帮自己闺女照顾孩子的时候，在人爹妈眼里，她也是个小公主啊。那我心甘情愿帮我闺女，尤其刚生完带孩子，闺女你玩会儿你歇会儿，有毛病吗？那为什么在你眼里就是人家就无所事事偷懒儿？而且我告诉你，你媳妇刚才说了一个是我真的亲眼所见感受到的，从孩子出生我媳妇就没睡过好觉。什么叫没睡过好觉？是这孩子晚上啊一出生，甭管这妈多累睡得多死，她得下意识身上拍2下。这觉已经断了，就这大人的觉已经断了，能接就接，接不上的话就醒了。我见过凌晨2点，我媳妇掏出手机在这刷到3点多4点，嘣儿就这么睡过去了。
就不是我不跟你站在统一战线，是我觉得有些事儿吧，作为老爷们儿，第一是难得糊涂，第二就是默默的付出吧。真正累的地方你没看见，你没赶上，一宿一宿没睡的事儿你也没赶上。所以说你这么理智的跟他摆明车马炮，告诉他，我认为你应该怎么样，是因为怎么样，所以你得怎么样的？你觉得你跟你媳妇儿讲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冷酷了？是不是咱们更人性化一些？你不想上就不上，而且我心疼你，知道你累，咱等一年。等一年，你想出去上就上，或者咱们确实想快点还贷款，让家里更富裕点，乐意上就上，不乐意上，那你等孩子再大一点，咱能不能谈话的时候不要那么冰冷，好不好？行，我说完了，就这些啊。说实话啊，我始终感觉，我从头到尾都感觉你们是感情有问题。我觉得他不爱你。任何一个爱自己妻子的人，可以理性。可以为了家庭的经济做规划，可以节约，可以说，哎，太太能不能陪我一起去多赚一点钱？但不可以冷漠。我觉得他冷漠，他能说出来你那么闲，我听着都心寒。你就像工具人一样，你知道吗？生孩子，然后你的爸妈也是工具，做饭、带孩子。姑娘，你有想过自己吗？你也是一个需要被爱、被宠。哎，刚才曹老师说了一个挺对，他说这也是一个孩子呀，人家也是父母的孩子呀。对呀。你没有一句话是为自己在争取，你没有一句话说，老公，我就是想休息休息，我就生2个孩子很累，我能不能就不上班，我歇一歇。你始终说的是孩子，我要照顾他们，然后我能力允许了我就去上班。你在哪儿啊？你是妈妈，你是妻子，但你还是你啊。好多权利是要争取的。他能今天站在场上，我觉得他也不是故意的，他不是坏啊，他是毫无感知的。他觉得我就应该说我太太不能闲着去上班。因为你从来没有传递给他一个信号，说你要不爱我就不行，你要爱我，我们共同支撑这个家，这叫婚姻的基本，是感情。我希望你找到自己，你找到自己更在乎自己之后，他会慢慢对你生出更多的尊重和共情，以及对你的在意。先生，你随便吧，反正米兰老师说更多了啊。你可能之前如果是不自知，你按照你的传统观念认为我们就共同创造更多的价值，把这个家弄得更好，初衷肯定不是坏的。但如果你今天多少有点认知，你要回归对他的情感当中，爱他，你们家才更幸福，孩子才更好，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你让他上班就是不够关注他的体现，你也长点心。就这样。首先啊，你这丈夫啊，他是爱你的。为什么呢？你们充分了解离过一次婚，没错吧？你们复婚的时候，双方父母支持吗？支持的。我相信以双方父母的生活阅历，都认可对方是一好人，你们俩才能复婚。他为再次娶你，他支付代价了吗？没有。哎，他换工作赚的少了，他支付代价了没有？是啊。哎。所以他再次跟你结婚，他有诚意吗？有。不要站在这儿说你不爱我，不爱我结2回婚，逗自己玩呢。不要站在这儿说你就是不理解我，就是不理解我。你们俩日子过到今天，二位算过2个女儿的成长成本吗？没有细算过。算一下，算完了之后，很多事情是客观的。比如说老大将来上什么样的初中啊？要不要上比如说什么兴趣班啊？老二在上小学的时候，有可能我们要花销多少？咱们把这个家客观的需求列出来，然后一起做计划，用做计划来代替相互指责，这样我们能解决问题，好吗？你们现在生活的压力大还是不大？不大。不大。好的，你知道你老公为了省点钱，少坐1站地铁省那1块钱吗？你知道你老公吃那个从肉包子到了素包子，你知道吗？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吗？知道了。感受如何？挺心酸的。那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压力？除了2个小孩的这个因素以外，是不是还有那个大房子？对还是不对？对的。好，我们再说，你的老公从工作比较忙碌，挣的比较多，到了现在工作有点闲，然后挣的有点少，因为谁？
因为之前提的要求，还有因为你是还是不是？是。一个男人因为你放弃了他的事业的规划，有可能的更有发展的前景，现在为着这个有所损失的事业，还要一周里面有一半时间要8、9点钟回来，因为工作，他的压力大还是不大？大。现在能达成共识了吗？我再问你，你们家庭的经济压力大还是不大？大。哦，所以说我们在知道自己不易的时候，我们也要心疼对方，我们多为对方多想那么一点点。这位先生，我觉得你很不容易，但你在和自己的妻子沟通的时候太直给了。其实你的压力可以去跟他说嘛，你现在的感受也可以跟他说嘛。因为你们之间不仅仅是面对的经济压力的问题，而是在面临经济压力时候，我们夫妻2个人应该做什么？所以我觉得你们之间的问题就在于沟通，而不是谁不爱谁。谁都很辛苦，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就牺牲了，而对方的辛苦自己却视而不见。多做有效沟通，就这样。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请2组嘉宾交换位置，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组嘉宾他们的情况。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史先生38岁，现居成都，自由职业；贾女士38岁，现居成都，自由职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工作和生活都混在一起了，根本解不开，我现在都透不过气了。我们现在都有债务要还，如果他什么都愿意听我的，我们可以很快的还清债务，然后结婚，再生个孩子。可以为了对方牺牲自己吗？我做不到，我现在非常委屈，我为了他已经放弃了很多自己的事情，但是得不到他的关心，每天只会在家指挥我干这干那，我受不了了。我也是为了我们俩能够早早过上好日子，他的情绪也和我们赚钱的速度有关，我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哦，情侣，那双方之前有婚姻吗？有孩子吗？有。2位分别是哪年离婚的呀？是23年。先生呢？19年。你们在一起多久了？差不多2年吧。那具体发生了什么情况？谁来先说一说？最主要是我们现在是工作和生活分不开，一天2个人几乎是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然后他会指挥我做一些做东做西啊，对我理骂，我受不了了，经常吵架，然后导致我们2个内耗。你们俩是因为工作走到一起的吗？因为算是2个人一起创业。那你们俩是因为工作在一起，还是因为相爱才在一起工作的？我觉得我们是属于相爱才开始工作的。我看女方刚才有话要说呀，不是是吗？我觉得，应该是先有工作哦，然后才慢慢产生感情的。俩人这个不一样。你们在做什么共同的工作呢？金融领域的。金融领域的。我们这种工作不需要上班。那是要共同做决策吗？对，他需要决策，他每天的这个上下浮动，他可能是几万、几十万啊，所以因为这些会有矛盾。那一般都听谁的呀？一般情况下是我在操作，然后我在做主导的一些那个方向，就是中间比如亏钱了，特别是亏钱了，他就会对我开始理骂，性子特别急，特别暴躁，必须要让我有一个那个认错的态度。而且他一毛火了，就是属于面部非常狰狞，因为他是北方那边嘛，是声音也特别大，就很吓人那种。我的意思是说，那下一次你就自己来，我也不参与，他也不干。为什么这事儿只能你做，他做不了？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技术操作人员，他也是需要时间培养的。这个东西就是还是有点技术的，我还真操作不了。咱们既然因为工作老产生矛盾，那就不在一起工作了不就行？不是所有的夫妻店都可以开好的呀。但是他不允许啊。比如出了这个事情，他在骂我的时候，我就说要不然我们就分开。但是他说不行，他说只要你敢离开一步，你看怎么样，算是威胁我吧。你俩人分不开的原因，这男士是不是也存在于一定，就是如果你俩分开了，这买卖没法干了？
有这一方面的原因。对呀，你刚才说了，培养一个技术人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吧，时间挺长的一件事。但是我就像那是需要用钱砸的。不，我不关心你钱，咱们是一个情感类节目，咱们聊的是俩人的感情。对，所以说除了这个比如说吵架生气之外，你们的生活在一起，你们情感生活怎么样呢？之前挺好的，就是现在可能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压力吧，因为就是前一段时间亏损的比较大，然后彼此压力都很大。因为这个事情呢，感情可能就是没有太过多的去关注，得不到一点关怀，就是因为我们俩经常吵架，把我气的。前几天才去检查，因为我经常小肚子疼嘛，去检查才发现自己生病了。生病了之后，我就跟他说，我们两个就不要再争吵了，我们俩能不能好好说话？是气出来什么囊肿之类的吗？对，就是囊肿，结囊肿。然后他就又冒火了，又说你的意思难道就是说你的这个病是因为我生的吗？就没有一点关心。那在生活当中呢？生活当中过不到一块儿。看电影啊，这都看过吗？从来没看过。那有共同的爱好吗？除了工作？没有。赚钱。对，他的爱好只有赚钱。我听出来了，赚钱。不，那家务活谁干？他还要求我1天3餐把他照顾好。他做饭，我打扫，我是收拾垃圾的。我们在这个生活配合还是比较。而且我得那个一句一句的督促他。就是我说你把这个怎么了，怎么样，只要我不说话，可以摆一整天。所以家务上也不是特别的和谐，是吧？对，一点都不和谐。有共同的朋友吗？交友上他也会指点点。我只是不希望他去认识这些这种乱七八糟的人而已。其实从我的思想里边，我觉得每天就在我们现在需要赚钱的年纪啊，应该多赚点钱。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理解，不应该就是属于天天你东一下西一下。你比如说他们的朋友的，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爱去说一些男女之间的八卦呀，这个离了，或者那个和了，或者那个爱了，那个又换了。我还不太喜欢听这些内容，我觉得就是属于这些内容好像是太没有营养价值了，感觉。那你会阻止他吗？会管着吗？无非就是在嘴边说两句，然后就是我也没有说具体说阻止说好，那你们别联系了。他阻止你吗？女生？他会阻止，他还会管你哈，他还会看我的手机。其实他能够好好跟我讲，我觉得也没关系。但他会因为一个点突然就爆发，就争执。你们怎么认识的？怎么在一起的？两个感觉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是在一个项目上认识的。你们是工作关系一早？对。那后来怎么就又搭伙过日子，又搭伙工作呢？最开始他给我分析一些东西，我觉得他那个头脑里面挺有东西的，然后慢慢就能够挺聊得来的，然后我也觉得他这个人比较实在。所以你就给他打工，是这个意思吗？也不是给他打工，相当于是两个人一起去创作一个事儿。你们现在那个投资的钱里边有你的钱吗？有，就是两个人都是共同的。有多少是你的？%多少？这个没法算了。对，最早没法算，你拿出了多少本金？最早根本没法算，因为我们两个相当于是白手起家。 3000块钱起家的。其实等会儿啊，米娜老师问这问题，其实只是说从情感上来说，你们俩聊这么半天，特别像一个领导带着下属来参加节目，不像一个情侣。对，所以我们想证明一下，到底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是合作关系，还是搭伙关系，还是上下级关系？我们怎么看你们俩都像上下级。女士的观点是说，我们是因为项目或者工作走到一起，认识的，对，我欣赏他，他欣赏我就好了。先生说是咱俩彼此欣赏，我们在一起了，先有感情的才一块儿，所以就共同做这个工作项目。因为他最开始对我的一些细节，慢慢就变了。就最初肯定还是喜欢才在一起嘛，对吧？对。哎，你们俩都是为什么和上一段婚姻结束的呀？我是因为那个上一段婚姻比较委屈，然后呢，大概我们那会儿在结婚10年左右也是比较幸福的。那后来呢，因为有了孩子，然后我又边工作，然后自己创了一份业，就是开了一个服装店。然后在开服装店的同时，我自己又投资了其他的一些项目。当时家里面不太看好，家里面说如果你要投资的话，那就离婚。这样我说离婚也没关系，那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要去做。然后后来他们慢慢看到我的那个一些收益
之后，他们也加入进来了。当他们加入进来去投资这个项目的时候，后来就亏损了。亏损了之后，家里边就说，就是因为我的原因才导致了这个亏损。我一直就比较内疚嘛。后来两个人就分开了，慢慢也没什么语言了，就还是因为经济问题离的婚哈。那先生呢？你是为什么离婚的呀？以前离婚是因为我经常在外边工作，然后因为也有负债，就是因为听别人的几个月都亏了，好像上百万了。这个时候就和家里边离异了。离异以后，就中间这个就是啥，一直在外边打拼，就没有再回去过。也是因为经济问题。对，因为我就是把债务直接一个人背走了嘛。债务还清了吗？之前的债务是还清的。那你们两个都经历过离异哈，那还再考虑过婚姻吗？因为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俩就比较挺像的，就比较感觉有一点同病相怜的感觉。本身是想过有那个进入婚姻的，但是我觉得现在还不太合适，但也没有想过分开哈。我有跟他提过分开啊。你都提到过要分开了。对，那先生是什么想法呢？你考虑过结婚吗？我肯定是考虑奔着结婚走的嘛。那对于我来说，我一个北边到南方来的人，那你想呀，我在南方也没有房子，也没有啥的，对不对？那我肯定是希望我在以最短的时间拿出最好的结果，一直想在他家老人面前证明，说自己也是挺有实力的。但是呢，就是一直好像是没有就是做到。比如说我们想去买一套房子，我们一下迟到上个月才去买了房子。那如果要是属于我们早一点的话，可能去年我们都把房子买了。你俩买了房子了，写在谁名下？2人1人1套。2人1人1套。白手起家到今天，2人1人1套，短短2年期间，对，可以了呀。虽然说彼此呢在一起生活也有互相的帮助，对吧？也共同有着这样一份工作、事业、赚钱的方法，也有了一定的积累。但是长期相处，总是争吵，加上男士也有这个辱骂你的不好习惯，对吧？导致一直就不开心。对，开心不起来。现在身体也出现了一些你认为是由于生气带来的一些微恙，就是小病所以觉得这份感情你是不太看好的。对，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以后，生活还得有，就是大半辈子呢。所以你今天诉求是什么呢？他本身想说马上就结婚，我的诉求是可以先再等等，不要先结婚。然后还有一个诉求就是工作和那个生活可以分开。比如现在我们总的经济放在这里，那每个月就像我们发工资一样，你多少我多少，好，这个发给个人的自由来支配。比如我想买个啥，他总觉得我乱花钱，因为没有自由支配的那一部分资金。还有什么要求？我现在生病了，我觉得我自己需要静养一段时间，那么就在工作上的一些东西，我就觉得他可以承担一下就休息一段呗。对呀。但是他就是比较焦虑。我问一下史先生，为什么不能歇一段？实际上我认为以我们现在工作这个形态，2、3年抓着机会，我们可能就起来了。我们既能给父母面前证明你去抓呀，他没拦着你去抓，他说他歇会儿。我不会哎呀，我不会。终于说这句话了，我等他这句话。他说什么？他不会操作，不会。他离开他做不了这事儿，他离开他挣不了这钱。那咱再培训一个操作员呗，花钱。那不是小钱，也不放心。你爱他吗？我当然很爱呀。你确定吗？是发自内心，是感情上爱呀，还是对于工作上爱呀？我是属于这个叫怎么说呢？现实也很爱，工作也很爱真实也很爱。但是你提到工作的时候是微笑的，现实的时候是严肃的。实际上其实很简单一件事就是我媳妇儿她手比较散。然后钱在他手里边是花销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有10块钱他能花干净，如果说有100块钱他同样能花干净，如果说有1万他同样能花干净，10万100万同样能花干净。不，你让我说完，老师，就是因为我说到这多少有点激动，我就想表达他的手有多大，他是没有自我约束的，一天条条框框的。那对于我来说，从一个打工的到一个互联网，再到这个开实体店，再到这个金融领域，我一个人来到这个南方打拼是不易的。那我也是希望就是属于对方的老人，他是能看到我是属于和别人与众不同的。但在现实当中，我们是需要现实的经济来支撑我们自己的
感情的。如果说我们现在在赚钱的这个时间段里边说谈我有多爱你，你有多爱我，我觉得好像离开钱了，好像谁爱谁嘛。那你们现在完全可以从情侣关系分开，成为合伙人。对，以前我也这样说过，对吧？那成为合伙人就行了。合伙人你敢骂吗？就我现在就是不想结婚，想分手吗？我想不敢，对吗？对，不敢是因为钱拿不出来，还是担心自己人身有安全，因为他不停的威胁？我不太在乎钱，所以你担心的是生命我不要钱安全。对，你今天来到这里是希望能够在媒体的监督下可以和平分手，保护人身安全吗？我希望是我们两个静一静。还不是分手，是静一静。对，是分手吗？你是不敢说分手这两个字。对啊，是分手吗？你被他经常威胁吗？先生，你同意分手吗？不喜欢你了分手。如果对方觉得是我威胁的话，我同意。不管威不威胁，他就不想和你在一起了，可以分手吗？那不行。人家不喜欢你，不想和你在一起，不行。没有分手的权利吗？前妻有跟你离婚的权利。因为分手，你得说明我自己犯了什么错吧？没错，不爱就是不爱你，受不了你。你前妻就能跟你分手，跟你离婚，为什么女友不能？是因为前妻是你甩了前妻，而你受不了由这个女人甩了你，对吗？没有，我没有这个想法。那你前妻是怎么样平安从你手里离开的？以你的性格，你怎么就愿意让前妻从你的手里划走？离异很简单，就是因为我长期在外边工作没有回来，然后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一年不能见的1次2次，所以就很正常，就没有感情，就好像就是在这个在家里边的时候有感情，好像出去久了，好像似乎那种感情好像找不到。没有感情，这个女人跟你说离婚，你就会让她走吗？她说离婚就离了呀。你在外没有女人吗？没有。真的吗？真的。你有孩子吗？有孩子。有孩子几岁了？今年12。男孩女孩？女孩。女孩，就是你不回去看孩子吗？我现在回去看人家藏起来的。哦，就没看过，12岁以后就没看过。所以害怕你。行，咱们捋一下啊。今天各位既然来了，其实我相信肯定是内心有很多的不愉快哈，想解决问题，让自己的生活至少越来越好，对吧？咱都不置气，也不藏着掖着，打开天窗说亮话，先明确一下你们真实的想法。先生今天来的想法是什么？我的想法是这个，就是来这调解说结婚的问题。你的诉求是希望她嫁给你，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想娶她？原因就是我觉得怕她一个人出门会受到伤害。不是因为你爱她，就是因为爱她呀，所以说我就怕。谁会伤害她？谁会伤？你行，反正听懂了，你的诉求就是让她嫁给你哈，背后的原因，我们各有各的判断啊。那女士也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今天真实来到这儿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现在不想结婚。如果不结婚的话，那以什么样的方式相处？我希望是以合作的状态，就不再谈恋爱了，是吧？因为我们俩没有恋爱。那他都说了不想谈恋爱了，继续合作，这个你接受吗？我肯定不接受呀。不接受哈。行吧，我们听听大家的看法啊。我刚刚在想，你和他正好相反，他看上去虽然瘦弱，但是命挺好的，你看上去就挺命苦，而且糊涂。命苦在于你贪，糊涂使你贪不着。就像是现在你跟这个男人，你完全可以说，我连跟他白手起家放在他那滚动的钱我都不要，我只要快速斩断这场孽缘。但你不，你贪，你还要跟他一起合伙，你还要接着从他那里挣钱，但你不想再委身于他。你跟这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容我冒昧的说一下，一早就没有爱情，想离开就很简单，直接不挣这个钱。然后对于先生来讲，可能你有你挣钱的门道，可能你有你挣钱的野心，可能你也有挣钱的决心，但是你不是一个好的伴侣。
你提供不了一个女人家庭的幸福也好，情感的需求都提供不了。你可能是一个能够处的合作伙伴，但是请你在情感上放过这个女人，别纠缠。我说完了。咱先说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也不能就我听你们俩这段过，人家有病了，你为什么不给人放假呀？你不觉得这样很无情吗？你眼里只有钱，他根本就不是你的伴侣，他是你赚钱的工具。当他觉得你不是伴侣，他要离开的时候，你不许走。你知道你先给他的感觉就是这个感觉，我这么说你能懂了吗？你在用你的那套理论跟人辩解，人家根本就不听，人现在害怕你，懂了吗？你想让他跟你结婚，就是想把他拴在身边，拴死了。你可以问他一下，我们的工作是每天休息时间是就是24小时里边也就20个小时在休息。我们并不是一个就是我们每天很忙碌的一种状态。我只是不会特别的，就是好。我再问一个问题啊，每天能休息20个小时，是这意思吗？能带他看场电影吗？他说能陪着他出去玩一玩，转一转，给一点情，像一个情侣一样，有点钱挣过来是干嘛的呀？而且你也不给人发钱，你觉得手大，你掏钱呀。今儿我带你吃顿好的玩，你给人点感情价值，你给了吗？我们的钱都在他手里掌握着，那是我给他说，我们这些钱都有规划。那跟这个钱在他手上有什么区别吗？人家想花，你又不让花。哎呀，你看，这就是情绪价值的一种啊！你连个权利都不给人家，没有操作员了，这活能干吗？你看，你又无奈了，你又说不出话来了。你看，你这不是车轱辘话来回说吗？你又离不开他，然后一提到价值，你就说了我得赚钱，我得创业。你觉得你讲理吗？哎呀，我说实话，我觉得你们俩之间一点也没有爱。哎，如果说有点感情吧，可能这个男士还对这个女士多少有一些喜欢，当然因为他本身也有价值。但对于女生来说，我觉得你也不喜欢这个男的，没有什么感情。你在他身上既得不到情绪价值，也没有甜言蜜语、看电影、送礼物，你连眼前都过不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你也不再相信他给你画的大饼，对不对？你说白了，不管你们是期货、股票，很容易就是一场空。不是，我觉得钱没了，两个人都可以努力再赚。但是如果是家庭和工作两个人继续内耗下去的话，这个是会让人抓狂的。那你就别跟他干了嘛，把账户一清，一人一半，他愿意继续投，你变现走人，行吗？也可以啊。对啊，你同意吗？其实他不是因为钱，他就是因为我情绪价值没给到位。他也不是因为买了房子，他也不是在意那套房子。实际上他想说的离开，就是不是说我不是在意你手里边那点什么东西，也不是说我不愿意给对方，你知道吗？我们俩人矛盾不是，实际上说的是属于拿这个事情来这说我们俩人之间所发生的矛盾，并不是因为这件事儿。你这么了解他，你就放他静一静，行不行？你别威胁他，别吓唬他，别拽着他不放，你让他静个1年半载的，可以吗？可以。你说的啊？幸福吗？我总觉得这个闲下来，可能幸福就存在了。不是，你要是幸福的话，为什么你现在满脸都是哎呦怎么办？为什么？我没想到他会聊这么多。所以，一个不幸福的你努力在追求的目标，你要把它拴上，你爱他吗？我确实是因为爱他。你信吗？就是这么回事儿。其实呢，他算个仗义人。为什么他算一仗义人啊？你进天津卫视的时候拿身份证吧，你拿着身份证出门打一车走喽。你去天津机场坐一飞机，你自己买张机票，你哪儿找他去？这人在这好好跟你商量呢，对不对？所以何必把一切咱们聊到不能聊呢？你拿着身份证自己坐一飞机找一个地方，咱不管是黑龙江雪乡也行，咱不管是云南大理也行，咱找一个地方，咱放1个月假休息休息。你不是想静静吗？然后等去了1个月回来再说。咱是在一块儿工作，以什么样的身份在一块儿工作，这多简单一事儿啊！你不是就想喘口气吗？好吧，我讲完了。先生说爱他，对吧？你现在向左转，你看他的表情，一脸愁容，很苦，很抑郁，很压抑。如果他说你爱的这个人说能不能让我静一静，咱俩分手，咱俩退行到合作伙伴那会儿会开心，
你愿意吗？你答应吗？答应。你说到要做到，但你之前的那种种行为就是不答应，所以你对他那不叫爱，叫占有。你占有他的目的是什么？你口口声声都是在赚钱。你刚才试图解释说，我让他这2年啊，那抓紧这时间，那点身体不重要。你说我们一天休息时间20个小时，对吧？你想说明的是，我们的工作并不占用他多长时间，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他依然不开心，他不想做那个工作。为什么？是因为跟你在一起的不开心。你明明知道他要的是你的情绪价值，你却给不了他要的。你情绪不稳定，你不关心他的身体，他体会不到爱。你们可能曾经在一起做事业挣到钱了，但那会儿挣到钱的快乐欢愉可能掩饰了你们之间的问题。你们错把一起工作能挣到钱当成了我们很适合，我们在一起很开心，但恰恰能够验证2个人真心有爱与否，就在于说你们挣不到钱赔钱的时候，你是否能安慰对方，你是否能让对方心情不那么糟糕，你是否能够忍住自己的愤怒与埋怨，反而和颜悦色地告诉对方没关系，我们复盘，我们下一次会更好。你能做到吗？以前就是这样子的，可你做不到了。这是最近现在你做不到了，所以他现在有压力离开你，可以吗？或者说给你们再有一次开始的机会，那就是我们彼此平复一下，冷静的想一想，说我们在一起到底是以挣钱为目的在一起我们会开心，还是我们要以在一起结婚为目的的在一起会开心，做一个冷静的选择，好吗？那是他的权利，对吗？对，好，就这样。那我们请2组嘉宾回到门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金鱼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登录微信，搜索“爱心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呢，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好，我们先看一下第一对夫妻，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这俩没什么问题吧？肯定会出来。对，这俩会出来的。但是出来这个生活接下来怎么安排？听听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哈。好，来，请开门。啥意思？什么情况？哎呦，这个好意外。他俩不出来是为什么？必须要上班吗？现在就必须要就业吗？咱们没说出来的条件是上班。没说呀，啥都没说。他俩刚刚还很好的坐在那儿啊。肯定他俩是不会分开的，这个还是放心哈。希望他们早日度过这个小小的危机，以后生活更加顺利。那我们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啊，如果想和我们报名的话，有以下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微信的这个爱情保卫战官微的公众号和视频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啊，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上当受骗。那看看第2组这个情侣，他们又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还可以获得专业律师的专属服务，为您的情感保驾护航。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请开门。好，没出，真怕该出的不出，不该出的出了。对，这对不出其实是对的啊。就按女生说的，先去静一静嘛。也许静一静之后，会有很多的感情或者是不满浮出水面啊。希望他们都能找到各自愉快的生活，不要争吵，不要辱骂，彼此尊重，这是个核心哈。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还可以获得专业律师的专属服务，为您的情感保驾护航。
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再次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